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挖了一个坑，而且11.5万美元左右，几亿美元的清算强度已经被主力给干掉，轿子是变轻了。那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怎么看？比特币是否盘整结束，准备进攻，或者是前面交易群上面一起做多的几档山寨币，Bonk 我是还在持有，然后 UNI 这2天也是继续加仓了，包括狗狗币。以及比特币，等下利用链上数据，包括交易所昨天是在大举流出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并不是比特币的顶部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。也就是交易所比特币钱包余额最近流进跟流出的数量，因为都知道，如果比特币流入到交易所，有可能代表一些鲸鱼短期是想卖出这个比特币。前面17号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一根绿色的棒子，有可能是鲸鱼主力，或者是流入到交易所。不过我认为有可能他们最近是转移到，或者是要去配置一部分山寨币。那我们看一下昨天一根下跌。这一个交易所上面比特币，反正数量是又在大举流出。一般以往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大鲸鱼，他从交易所买入比特币以后，转移到自己的钱包，或者是不想卖出。像这种信号，往往有可能就是潜在的看涨信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清算热力图。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，它这一个箱体10几天的盘整区间。下方是有超过4亿美金的多头清算强度，有可能主力在上涨之前，如果这一些或者是多单没有给它清算掉，是不利于后面可能继续的拉升。那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你要防啊，主力会不会挖一个坑？那现在价格上来，是否代表盘整已经结束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。再来补充一下，也就是最近几天比较热的这一个哈希瑞本指标，很多朋友都在讨论。因为日线里面的哈希瑞本指标，它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蓝色拜的信号，周线里面有时候也会变蓝色哦，现在好像是绿色的。那这个位置，我想再补充一些观点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它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，如果是顶部的话，山寨币真的不用炒作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历史的经验，它只要有蓝色的信号，比如说从底部起来，涨了3倍到4倍，或者是5倍，以及这个位置出现蓝色的信号，虽然短期有下跌，但是整个中长线它没有跌几根，后面就开始上涨，也是涨了几倍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减半之后，这个蓝色拜的信号出现在这个位置，反正后面价格也是涨的，以及前面的几个基本上价格都是涨的。所以我们在观察历史上上一轮比特币的牛市，蓝色拜的信号价格是涨的，蓝色拜的信号价格短期是涨的，不过后面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，以及这几个位置，反正只要蓝色的信号，后面价格全部都是涨的，只要有蓝色的信号，后面价格都是涨的，包括这个位置，蓝色信号后面价格也是涨的。所以我再给大家就是讨论一下这个观点，比如说。在上一轮2017年的顶部，你有看到这边有蓝色的拜信号吗？没有啊。以及这个位置 69K 的顶部，你有看到这边有蓝色拜的信号吗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比特币，反正前面已经是2个蓝色拜的信号，而且价格也并没有涨多少。所以我相信有可能比特币包括这几天又是有一则大爆炸的消息，也就是美国白宫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，它准备为美国的那个 401k 养老金计划拓展投资范围，要把这个加密货币给包括进去。那一些投资者，你知道美国那个养老金计划是有多大的资产规模？它是接近9万亿美元的一个资产规模。所以我的观点，短期比特币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在盘整，如果真的这一个 401k 计划通过，有可能就是比特币这一轮牛市，是不是最后的火箭推进剂？当然，整个大长线，反正下一轮或者是再下一轮，希望朋友们整个大长线还是一样看涨这个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这个信号的小组，也就是这几天下跌，包括山寨币视频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狗狗币我是在做多，
就是前面的这个0.23判断也不准，后面是止损。不过这几天也是有想办法继续在做多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包括这个信号的小组，这2天比较准的一档，也就是这个UNI，是有在提醒前面这个高点以及这个低点，大约支撑是在9.72附近，以及前面7月12号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，当时UNI也是通知了一笔做多的建议。像这个记录，这些记录是没有编辑过，有编辑过的话，会像这一个记录，它会显示已编辑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这个7月12号做多的这一档 bank， 反正记录也是没有编辑过。到现在利润，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成本止损去赌它的大长线，因为 bank 这几天是有利好啊，好像是销毁了5000亿枚的 bank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等一下再聊一些山寨币哦。那这个链上金鱼的数据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那个交易所是在流出，这几天也是在流入哦。那昨天这个下灯芯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观察？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昨天下跌的一个下灯芯，它其实主力是很巧妙，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箱体略微跌破一下，现在价格收上来。那短期我的观点是在炒作山寨币的同时，我们要去留意，也就是这个比特币短期的价格不要在这个灯芯里面波动，如果能在上方去波动，当然自然是最好的。或者是短线，我的观点是，我有一点偏向，有可能比特币还是在这个箱体区间盘整，如果上去或者是再去创all time high，你要去留意有一些指标它会背离，所以我们尽量在看比特币的同时，我的观点是要参与的品种，尽量去找一些山寨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低点是很难猜哦，前面是判断有没有可能这个0.23的高点会不会是支撑。那现在狗狗币是跌到，也就是前面这一根蜡烛的高点。那既然已经是有2个下灯线，或者是短线的狗狗币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一个0.222左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群上面有提到的这个UNI，它也是连续3个灯线哦。其实前面给的一个支撑位也是连续3天都有机会哦，就是这个位置看你敢不敢加仓。或者是上一次这个UNI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做多的，到现在的话，反正UNI我是2笔利润，目前都还在持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以太坊的支撑已经画了几天哦，还是这一个3480附近，当然是略微有一点差距哦，或者是这一次低点是差了一点，没有跌到这个位置。那短线我的观点是还是一样啊，尽量观察以太坊是不是还在盘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。